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6年4月6号，云南罗平县中山乡35岁的乡长郑聪，没想到新来的副乡长周桂云竟是故友夏建忠的妻子。晚上，乡政府举行一个欢迎宴会，郑聪执意要让这位多年的故交参加。33岁的夏建忠本来不喜欢这样的场合，但经不住郑聪的盛情邀请，在妻子周桂云的劝说下，勉强参加了酒会。1995年9月，22岁的夏建忠大学毕业，分到中山第一中学，是这个镇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学本科生之一。夏建忠喜欢诗歌和散文，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文字在报刊上变成签字。郑聪就是在那时候认识夏建忠的。当时郑聪从曲靖农校分到中山农技站，对大学本科毕业的夏建忠佩服不已。有时候他为这样一个才子分到中山而鸣不平，这对本来就感到怀才不遇的夏建忠来说，似乎是找到了知音。不久，郑聪调离了中山，两人渐渐地失去了联系。1996年，沉浸在诗词歌赋中的夏建忠收获了一份爱情，对方是比他小4岁的同事周桂云。周桂云毕业于曲靖师范学校，同夏建忠同一年进入中山一中。周桂云文雅的气质、漂亮的长相打动了夏建忠那颗清高的心，而周桂云对有才子之称的夏建忠也颇有好感，两人很快地坠入了爱河，牵手走进了婚姻。随着儿子的降临，夏建忠开始经营着自己的家庭。不久，罗平公开选拔机关干部，周桂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妇田，从乡镇教师一下子成为城里的机关干部，这让小镇上的人羡慕不已。夏建忠也不禁对妻子刮目相看。2006年2月，郑聪调任中山乡乡长，2个月后，周桂云调任中山乡副乡长，与郑聪成了搭档。那天要不是郑聪执意邀请，妻子一再劝说，夏建忠怎么也不会出现在这样的酒宴上。他觉得自己纯粹就是一个配角，所以酒会还没有结束，他就一个人走了。日子悄悄地流过，夏建忠感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自己开始成了老婆的附庸。这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夏建忠来说，顿时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。其实在郑聪的眼里，夏建忠学历高，是这个小镇上数1数2的才子，只不过有些清高和偏执。当知道新来的副乡长是夏建忠的妻子时，他顿时感到有些兴奋。毕竟自己来这里的时间才2个月，他需要一个支持自己的人，而这个新来的搭档无疑是最好的人选。不久，周桂云的家搬到乡政府大院，同郑聪的家仅1墙之隔。搬家后的第1个周末，周桂云邀请郑聪一家人来吃饭。周桂云想借此机会拉近与郑聪的关系，毕竟自己是他的副手，工作是否顺利取决于他的支持。吃饭的时候，夏建忠连说一句话的兴致也没有。刘玉莹见状，夸起夏建忠来：“郑聪，你要向人家夏老师学习，得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”刘玉莹的夸奖不仅没有调节饭桌上的气氛，反而让气氛尴尬起来。郑聪赶紧接过话来说：“
这是说你们女人的话，怎么能随便用到夏老师身上？夏支持妻子的工作。夏建忠一声也不吭，气得周桂云在桌子下一个劲儿的用脚踢他，而夏建忠却故作不知。与丈夫的无法沟通相比，周桂云同郑聪却配合得很默契。有了郑聪的大力支持，周桂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分管的教育卫生工作风生水起。此时因为两家住在一起，郑聪常来串门。一天晚饭后，郑聪又来了，和夏建忠寒暄了几句后，被周桂云让到了沙发上，看着妻子为郑聪沏茶递烟，两人一边说话一边看电视。夏建忠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愤懑，自己倒像一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。其实周桂云知道郑聪对他有好感，这种好感让他工作更加顺风顺水。就这样，周桂云同上司玩起了暧昧的游戏。2008年2月的一天，罗平县民政局领导到中山乡检查工作。当晚的酒宴上，郑聪和周桂云不停地敬酒，都喝得有些醉了。司机开车将他俩送回了家。看着妻子喝得连路都走不稳，夏建忠又生气又心疼。伺候妻子躺下后，周桂云的手机响了，夏建忠忍不住打开手机查看，竟意外发现妻子发给郑聪的一条彩信，内容是两个卡通小猪抱在一起亲嘴。夏建忠越想越感到血往上涌，一把拽起了周桂云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解释清楚。”醉眼迷蒙地看着夏建忠拿着自己的手机，手指着那条没来得及删掉的短信，愤怒的脸都变了形。周桂云吓得顿时酒醒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是系统发来的彩信，我觉得好玩，就群发了一遍。”“你别把我当傻子！”夏建忠大吼起来，“你如果觉得郑聪比我强，我不拦你！”周桂云自觉理亏，只好大哭着掩饰。夫妻俩大吵了起来。冷战了多日，夏建忠心中的阴影始终无法消除。2008年4月8号是阴历的3月3，在当地这是一个很隆重的节日。头天晚上，周桂云突然收到郑聪的一条短信：“妹子，我很想你。”周桂云想着前不久发生的风波，他琢磨着回复了一条既亲热暧昧又保持距离的短信：“我也想你，但我们彼此都有家庭，要负起责任。”郑聪提出约周桂云3月3出去走走。周桂云最终提议，两家人一起到罗平县一个叫小三峡的景点去玩。两个孩子欢快地在山野里疯跑，峡谷里地形复杂，郑聪担心孩子出意外，让刘玉莹赶紧去把孩子找回来。在一旁的周桂云也让夏建忠一同去帮忙找孩子。人家叫老婆去，你就叫丈夫去。夏建忠冷冷地说：“这不是在你们的乡政府，不要把领导的派头带到家里来。”郑聪笑道：“好，夏老师说的对，我们俩去找。”夏建忠冷眼看着妻子，周桂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讪讪地说道：“一起去找吧，别找到了孩子，又把他给弄丢了。”那天晚上吃完饭后，郑聪意犹未尽，要到周桂云的家里喝茶。上车后，夏建忠意外地发现郑聪的手机从衣兜里滑落，他悄悄地将手机拿在手里。回到家里，夏建忠便将自己关进了卫生间，翻看起郑聪的手机。在郑聪手机的收件箱里，他发现了那条“我也想你”的短信，
发件人是周桂云。夏建忠崩溃了。一个当年不如自己的人，不仅仕途通达，居高临下的对自己说话，现在还要打自己老婆的主意。夏建忠再也控制不住心中那燃烧的怒火，拉开卫生间的门，冲到周桂云的面前，狠狠地给他2个耳光。此时郑聪已经走了，是刘玉莹将郑聪拉回家的。周桂云被打懵了，结婚这么多年来，夏建忠没动过他一根手指头。夏建忠，你疯了吗？凭什么打我？我是疯了，是被你们逼疯的。夏建忠将郑聪的手机摔在周桂云的面前。你不是想他吗？我这就去找他和刘玉莹。周桂云顿时明白了，一把抱住夏建忠说：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都是开玩笑的。如果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我会和他在一起，还把你也叫上吗？哼，那是你掩人耳目。夏建忠越说越气愤，他已经顾不上什么私奔了，拳头雨点般落在了周桂云的身上。周桂云死死地抱住夏建忠，如果把这事闹开，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。夏建忠终于从狂暴中冷静下来，泪水却悄悄地流了出来。曾经自己是那么清高孤傲，目中无人，没想到如今却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2008年5月，郑聪调任罗平县交通局副局长。郑聪的离开使周桂云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，周桂云有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，跟郑聪频繁的电话联系起来。为避免夏建忠查自己的通话清单引发战火，周桂云买了一张新的手机卡和郑聪专线联系。2009年5月，周桂云调到了县里，任罗平县某局副局长。这年7月，周桂云的家从中山也搬回到罗平县城。夏建忠只有到了每个周末才回到县城的家中。那段日子，周桂云和郑聪之间联系的那条专用线特别繁忙。夏建忠不在家的日子，两人甚至深更半夜还通着电话，有时通话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。2010年4月11日，周桂云出去办事，把包忘在家里。这天是星期天，夏建忠正好在家。自从妻子调到县城后，夏建忠一直忐忑不安。他打开周桂云的包，查找一番之后，在妻子的包里找到一张移动公司的电话卡，而这张卡的号码他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心底那本未消散的疑云顿时在夏建忠的脑海里扩散开来。夏建忠将号码记下来，找到周桂云的身份证，来到移动营业厅查询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号码不仅是妻子的，还是妻子用来同郑聪联系的专用号码。看着那打给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人的电话清单，他感到自己完全被周桂云和郑聪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走出移动公司，夏建忠觉得头像要爆裂似的，双脚站立不稳。他倚着墙滑坐到地上，泪雨纵横。不知坐了多久，夜色降临，夏建忠拖着沉重的步子，神志恍惚地回到了家。此时周桂云已经回来，见丈夫脸色铁青，不禁诧异地问道：你怎么了？不知羞耻，好人不做，你做情人。夏建忠一甩手，重重打在周桂云的脸上，口里念出来的号码让周桂云猛地一震。他知道这一次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让夏建忠相信。第二天，哭了整整一夜的他，双眼红肿的早早起来，拿着电话清单去找刘玉莹，
却被刘玉莹挡了回来。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郑聪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夏建忠碰了一鼻子灰，一种奇耻大辱顿然在胸中涌动起来。极端的愤怒中，他给罗平县纪委写了一封检举郑聪与周桂云的信，并将电话清单附在后面，恳请党组织挽救他的家庭。夏建忠原本是想马上交给纪委，但他觉得明人不做暗事，他要当面告诉郑聪，并要郑聪向自己道歉。然而接连几天，夏建忠到交通局都没有找到郑聪。2010年6月11号下午5点，夏建忠将家里一把菜刀藏在裤带上，带着那份举报材料来到交通局。郑聪一见他就进了2楼办公室，并把门关上，避而不见。夏建忠站在郑聪办公室门口，大声告诉郑聪，他写了一份检举材料，附带着周桂云的通话清单，让郑聪出来看一下，如果没有冤枉，他就要送到纪委去了。郑聪只好打开了门。夏建忠走进办公室，将材料扔到办公桌上。你跟我是朋友，竟打起我老婆的主意，你这种人还配当什么局长？郑聪矢口否认。看着郑聪在自己面前如此骄横，往事一幕幕在夏建忠脑中闪现。这个男人曾经在自己的眼里是那样的不屑一顾，而现在自己却想着这几年来受到的奚落和嘲讽，想着这几年自己一直活在周桂云和郑聪的阴影里，他用手指着郑聪说，郑聪，我老婆都说你们是情人关系，你还嘴硬不认账，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。夏建忠，我和你老婆没关系，给你道什么歉？郑聪一副不屑的样子。夏建忠感到血往上涌，右手从裤腰带上拔出菜刀，朝郑聪的头上、脖子上、肩膀上砍去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郑聪拔腿向门外跑去，已砍红了眼的夏建忠举着菜刀在后面追赶。这突发的一幕让现场的人都傻眼了。当郑聪喊快报警时，人们才想起拨打110报警电话。郑聪跑到1楼时，看见交通局办公室的门敞开着，赶紧跑进去，用身体堵住门。早已疯狂的夏建忠用脚踹开房门，挥舞着菜刀继续向郑聪猛砍。郑聪的身上浸满了鲜血，歪倒在了椅子上。这时接到报警的罗平县公安局民警赶到现场，夏建忠被警察当场抓获，而郑聪被送往罗平县人民医院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经法医鉴定，郑聪系颅脑损伤死亡。2010年12月3号，曲靖市中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夏建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作案手段残忍，后果严重，本应严惩。但鉴于本案的发生确系事出有因，而且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，可酌情从轻处罚。据此，曲靖市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建忠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目前此案正在云南省高院进行2审复核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